看到上热下寒叫厥阴，看到又突又厉叫厥阴，看到症状很多，方向相反，解释困难也叫厥阴。这是厥阴最容易出现的误判，把复杂直接当成总控失灵。可一个系统同时有多个问题，并不等于总控系统出了问题。厨房堵塞、净水厂积水、门窗漏风可以同时发生，这叫多模块故障。只有当不同模块接到彼此冲突的命令，而且一般的因果链无法解释时，我们才有理由检查总控层。嘿，你好，我是轩辕有成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《伤寒论厥阴病提纲》写道：厥阴之为病，消渴，气上壮胸，胸中疼热，积而不欲食，食则吐回，下肢力不止。这是经典原文。他把渴、上冲、心中疼热、饥饿、不能进食、呕吐和下痢风险放在同一组关系中。传统解释常用寒热错杂、上热下寒、阴阳错杂、厥热复盛等语言理解厥阴，这是传统解释层。它提醒我们，厥阴不是单一的寒，也不是单一的热，而是多方向力量同时存在。在我的功能变量模型里，我把厥阴翻译成总控协调系统。它不是负责具体搬运、排出或分离的执行模块，它更像整栋大楼的中央协调层，监控多个子系统，判断哪些指令优先，协调升与降、寒与热、收与放，避免各部门相互抵消。厥阴第一个变量是 CS， 系统协调度。协调度下降意味着不同系统的行动越来越不一致，局部各自看似有理由，放到全局却相互冲突。第二个变量是 IC， 冲突指数，它描述矛盾指令的数量和强度。一个轻微冲突未必意味着厥阴主导，当冲突成组出现，彼此难以兼容，而且持续影响多个系统， IC 才具有更强的解释力。第三个变量是 BV， 升降平衡度。本来应当协调的向上与向下运动，如果同时过强或方向混乱，就可能出现上冲、偶力与下力并见的信号。这里的重点不是有上冲就属厥阴，而是升降指令是否发生全局性不协调。第四个变量是 BT， 寒热均衡度。局部过热与局部过冷同时存在，可能提示温度分布和调节指令不均衡。但上热下寒也不自动等于厥阴，它也可能是两个系统各自偏移的结果。必须进一步问，这两个偏移能否用合并、并并和供给不足解释。第五个变量是 RR， 自我恢复水平。当总控协调和修复能力下降，小的偏移不容易被拉回，系统会反复牵延，修复后也容易重新失衡。这个变量目前更接近模型中的全局恢复参数，不是可以直接测量的现代医学指标。为了避免复杂及厥阴，我在模型里设置了一个双门槛。第一道门槛是底盘门槛，少阴 EB 是否明显下降？为什么先看少阴？因为资源充足的系统，即使局部冲突，也有更大余地吸收和纠正。当基础能量已经不足，总控协调的容错空间会明显缩小。第二道门槛是冲突门槛，有没有两组以上相互矛盾，而且不能被一般多系统关系解释的指令？比如一边持续上冲，一边持续下拖，一边表示出局部热化，一边又有明确的深层寒化，或者饥饿信号存在，进食指令却立即触发拒绝和上力。只有底盘明显受损，又出现无法调和的矛盾指令，模型才把厥阴总控冲突提升为主候选。请注意，这个双门槛不是伤寒论的原文，也不是历代医家的统一说法。
它是我的功能变量模型为了减少误判而设计的工作假设。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可证伪条件，如果大量材料显示在底盘没有明显下降的情况下，仍然稳定出现绝音层的全局冲突，并且传统绝音边界能够被准确识别，那么第一道门槛就需要修改。如果一般的合并并并已经足以解释所谓矛盾，绝音判断也应当退回。接下来区分3种情况。第一种，局部复杂，一个系统内部有多个变量偏移，比如少阳既有方向逆转，又有管道不畅，这仍然可能只是少阳内部故障，不必升级到绝音。第二种，多系统并存，太阳开合异常，同时太阴水液处理异常，但两者各自有独立证据，彼此并不冲突，这更像合并或并并，仍然不必升级到绝音。第三种，全局指令冲突，多个系统的方向彼此抵消，局部规则无法统一解释，底盘又明显不足，系统在升降、寒热、进退之间反复拉扯，这才接近绝音总控冲突的模型定义。为了让这个判断可审计，知识库不能只存一个绝音标签，还要存冲突清单，哪2个指令矛盾发生在同一时间还是不同阶段，有没有可能是材料把2次状态拼在了一起？如果上热发生在第一天，下寒发生在1周后，它们未必构成同时冲突。时间轴不清楚时，绝音 IC 不能被轻易抬高。同样，所谓上热下寒也需要分别找到证据来源，一个来自患者当时的观察，另一个如果只是方剂说明或编者推断，就不能在同一证据层相加。总控冲突的门槛之所以要高，是因为它一旦被轻率的启动，就会吞掉所有复杂材料。还要区分绝这个现象和绝音这套系统。经典中的绝可以涉及到手足逆冷、升降异常等不同语境，出现一个绝字并不自动证明绝音总控主导，正如出现汗不自动等于太阳失控，出现口渴不自动等于阳明，名词相近不能替代系统进入证据。因此绝音篇真正高级的地方，不是它能包含多少矛盾，而是它要求我们说明哪些矛盾发生在同一时刻，哪些只是并存先后，哪些来自不同证据通道，哪些在底盘恢复后会自然消失。再看绝音提纲，消可提示强烈需求，积而不遇时显示需求信号和执行意愿分离，实则兔显示输入后方向逆转，下肢逆不止提示错误的外部指令可能让系统继续下拖。传统用寒热错杂、阴阳错杂描述这种局面，功能变量模型则尝试把它拆成协调度、冲突指数、升降平衡、寒热均衡和恢复能力。这2套语言不是相互取消，传统语言提供历史解释框架，模型语言提供结构化追问。冲突在哪里？强度多大？是否全局？底盘是否还能承受？绝音篇最重要的不是胆量，而是克制。AI 尤其容易在这里犯错，它看到复杂、反复、寒热并见，就会迅速给出一个看似高级的绝音结论。可真正可靠的推理，应该先尝试用单系统、兼证、合并和并并解释。只有这些解释失败，再进入总控冲突层。所以这一集记住一句话，绝音不是复杂阵仗的收纳箱，而是底盘受损背景下多个系统发生不可调和指令冲突的总控问题。下一集我们把6套系统放到同一张图上，你会看到6经不是从太阳一路排到绝音的一条直线，而是3对功能系统构成的3维关系结构。我是宣有成，功能变量创始人。世界不是物体，而是关系。我们下期再见。